北京历史悠久，古迹众多，但只有8个5A 景区，其中恭王府是8个5A 景区之一。恭王府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建筑群，历经了清王朝由鼎盛而至衰亡的历史过程，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，所以有了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的说法。今天带大家逛一逛这个恭王府。恭王府顾名思义是恭王的宅府，那么这个恭王就是恭亲王奕欣，这是因为咸丰皇帝将这个宅府赐给了恭亲王奕欣，恭王府也因此而得名。但是恭王府是谁兴建的呢？就是大名鼎鼎的和珅所建。所以恭王府最早的主人是和珅。后来大贪官和珅被嘉庆皇帝定罪，令其自尽之后，将这里赐给了庆郡王。到咸丰元年，恭亲王才成为这里的第3代主人，是因为当时恭亲王助慈禧政变有功，被慈禧所赐，于是这个府地被更名为恭王府。目前恭王府正殿里的银安殿有整个恭王府的沙盘，整座恭王府的面积有6万多平米，规模是非常的大。它结合了皇室的富丽堂皇和民间的清新典雅，总体上是分为2部分，府邸和花园。整个王府的奢华程度甚至不输于故宫。这是银安殿后面的嘉乐堂，正在维修。恭王府的建筑分为东路建筑、中路建筑和西路建筑。银安殿和嘉乐堂就是中路建筑的2大建筑。嘉乐堂的后面就是后照楼，后照楼是在府邸和花园的衔接处，它也关联着东中西3路建筑，是一个2层楼。整栋楼长180米，据说有房间108间，也俗称99间半。这个后照楼的各个房间就是和珅堆放各种宝物的地方，可以说这里当时的宝贝不计其数。当时和珅被抄家的时候，光搬运就用了将近半年时间。这里大量的宝物，价值据说能抵上清朝当时15年的财政收入，真的可以说是富可敌国。目前这里除了原有的一些摆设，还有一些文物展览。后照楼每个房间布局都不一样，据说后窗户形状都不一样，为了区分收藏不同的宝物。参观完中路建筑和后照楼，我们再去西路建筑看一看。西路的主体建筑有2个，一个是宝光室，一个是西晋宅。这个就是宝光室，有个很大的院子。宝光室相当于和珅和亲王的客厅，这3个字是咸丰皇帝题写的，里面都是金砖，不过现在保护了起来。现在的宝光室作为展厅，展示了和珅和恭亲王的一生。我们现在了解的和珅很多都是通过王刚演绎的戏说形式，
其实历史上和珅这个人物真的了不起，年纪轻轻就被乾隆赏识，一路高升，获得了很多重要和关键的职位，包括吏部、户部、刑部3部的尚书，还有内务部总管、步军统领等等，几乎相当于半个皇帝了。这里还展示了恭亲王奕欣的一生，毕竟这里叫恭王府。我们也在很多电影电视里了解过恭亲王的一生，这是他的真实照片。可以说历史上对恭亲王的评价是非常高的。宝光室的后面是西晋宅，西晋宅是恭王府建筑中的经典之作，大致可以理解为和珅的卧室，据说是仿故宫的宁寿宫所建。这里之所以著名，是因为这里面都是由金丝楠木所建，据说现在一根金丝楠木就价值4亿美金，相当于27亿人民币，可见这里是世界最奢华的卧室了，可以说现在的世界首富也买不起。所以来恭王府一定要来这个西晋斋看一看。现在又来到了后赵楼，后赵楼是连接府邸和后花园之间的一座建筑。这个花园也叫翠锦园，占地2.8万平方米，是故宫的御花园的2倍还要多。花园的正中是个西洋门，仿造了圆明园的建筑，里面融合了江南园林艺术和北方的建筑格局，也汇合了西洋建筑和中国古典园林建筑。穿过假山可以看到这里的独乐峰，这是一块高达5米高的太湖石，从这个角度看上去，这个石头特别像一个女人抱着孩子，所以民间有传说这叫送子观音。据传和珅有20多个老婆，生的孩子都是女儿，但自从把这块石头运过来之后，他的大老婆就为他生了唯一的儿子。这是花园里的福池，形状像个蝙蝠。福池边上种着很多榆树，榆树的叶子也叫榆钱儿，所以这里又有福又有钱。整个花园非常漂亮，有非常多的景点儿。这是方塘水榭，中间是湖心亭。据说清朝私宅是不允许引入活水的，这个恭王府的后花园是经皇帝特批才引入的活水入宅。后花园有个小山，山上有个望月亭。恭王府也称为万福园，是因为园中处处都有蝙蝠的雕刻和绘画，尤其这里还有号称天下第一福园的福字碑。这个福字碑就在花园的假山下面。据说这个福字是康熙为孝庄太后60大寿时候写的。孝庄太后得到这个福字后百病全消，就让工匠将福字刻了石碑，成了皇家的宝贝。要知道康熙留下的字是很少的，所以这个福字是非常难得的。和珅建这个宅院的时候，特意向乾隆要了这个福字碑。这个福字在写法上蕴含了子、田、财、寿、福5个字形，寓意多子多田多财多寿
多福，五福合一。花园里还有很多其他的建筑。这个是大戏楼，据说这里还是《霸王别姬》的取景地。总体感觉这个恭王府花园真的比故宫的御花园还要好。前面还有一个大型建筑，这个是安善堂，是翠景园里最主要的建筑。据红学家周汝昌认为，在和珅的府邸之前，这里曾是曹雪芹的家，也是《红楼梦》里大观园的原型。当然这只是他的推测，没有史料证明是或者不是。这里面还有周汝昌的纪念馆。最后再去恭王府的东路建筑看一看。东路主要是有多福轩和乐道堂。整个东路建筑有好几个院落，这个就是多福轩，上面的字是慈禧的字，同德延禧，以前没见过这个喜字。东路建筑里还有个展厅，是来讲恭王府和《红楼梦》之间的关系的。有不少人认为恭王府就是曹雪芹《红楼梦》里荣王府和大观园的前身。在恭王府里游览了将近3个多小时，可以说恭王府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建筑，历经了清王朝由鼎盛而至衰亡的历史进程，真的可以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。作为一个北京的5A 景区，这里的门票是40元，还是值得来这里看一看的。这里就是北京的大观园公园。大观园位于北京西城区的南菜园附近，在明清2代，这个地方就是皇家菜园。84年的时候，因为要拍摄电视剧《红楼梦》，这里就建成了大观园。目前的大观园是国家4A 景区，门票40元，老年人可以免票。今天带大家逛一逛这个大观园。这2天有不少网友希望我能拍一拍北京的大观园。今天是11月23日，北京的天儿特别好。进入公园大门，首先被一大片假山所遮挡，这是《红楼梦》书中所说的曲径通幽。曲径通幽，只有穿过这假山中的羊肠小道，才能看到大观园内的风光，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建筑特色，这叫藏景。
大观园的面积实际上并不是很大，总共13万平方米，里面有《红楼梦》里大观园提到的40多个景点。我们先逛一逛西边，这个是滴翠亭。亭子建在水面上，前面看到的就是怡红院。怡红院是贾宝玉在大观园里的住所，这也是大观园里最富丽堂皇的一个院落。服侍宝玉的人也有40多人，所以院子很大。怡红院是宝玉与园内众多姐妹活动的一个主要场所，电视剧里很多的剧情都发生在这里。记忆比较深刻的是晴雯撕扇子，还有刘姥姥醉卧怡红院。院落里有5间正座，3间抱厦，还有东西配房各有3间。正房上写的是怡红快绿，这是元妃省亲时写的。看一看里边的摆设。记得电视剧《红楼梦》里扮演贾宝玉的是欧阳奋强，应该也是他唯一的一个代表作，据说后来他做了导演。从怡红院出来，这边景色挺美，还有漂亮的小山和上山的走廊。相信60、70年代的人当年都看过电视剧《红楼梦》，当时可谓是万人空巷。《红楼梦》这部古典巨作也终于让普通老百姓认识和了解了，可见电视剧对于名著的推广功劳真的很大。这里是栊翠庵，妙玉住的地方。妙玉并不是贾府的人，而是王夫人请进来的。因为整个大观园是为了迎接元妃省亲而建，所以里面的房子非常多，最终一共住了金陵12钗。妙玉只是一个带发修行的尼姑，在整个《红楼梦》里，这个人物都非常的神秘，甚至感觉非常的清高自傲，天性怪癖，不喜欢任何俗气的东西，却才华横溢。我记得当时看金陵12钗的年画，这个妙玉是最漂亮的。这个地方就是妙玉日常打坐修行的地方。这是位于大观园中轴线上的沁芳桥。沁芳的意思就是水都浸透着一种芳香，这里也是宝玉黛玉经常约会的地方，林黛玉建桃花诗社也是在这里。这个地方很美，波光倩影。在它的附近就是黛玉住的地方，潇湘馆。如果说《红楼梦》这部小说里最有知名度、最让人牵肠挂肚的，就是林黛玉了。林黛玉是贾母的外孙女儿，也算是宝玉的姑表妹，很有才气，会作诗。这个潇湘馆里种了大量的竹子，整个院落精巧纤细，而且在整个院落中的油漆色彩上都是用了冷色调的斑竹做。黛玉给人的印象总是寄人篱下，以泪洗面的一种形象，当然也有清高多愁善感的性格。不过这种性格的女子在当今的社会是不吃香的，喜欢的人也不会多了。电视剧林黛玉的扮演者是陈晓旭，大家印象深刻。非常可惜的是，
陈小旭本人也真的如林黛玉一样体弱多病，比较早就病逝了。但陈小旭扮演的林黛玉也可以说是非常经典，难以超越了。这是潇湘馆的后院，大观园里的水域面积还是比较大的。《红楼梦》书中所描述的大观园简直如仙境一般。园中的这一片区域非常美，今天的天气也非常给力，水面的倒影很漂亮，完全看不出是冬天的感觉。这个是大观园中轴线上的藕香榭，在电视剧《红楼梦》里，这里出现的场次也很多。这个藕香榭四面临水，左右都是走廊，亭柱上有副对联，还吊了一副芙蓉影破归兰桨，灵藕香深谢竹桥。大观园是《红楼梦》中贾府为元春省亲而修建的别墅，由元春题的原名叫大观园。里面建筑是非常多的，这是挖经西馆，在这里通过水面赏月是非常美的。但是黛玉在这里赏月却触景生情，写出了寒塘渡鹤影，冷月葬花魂的凄冷诗篇。挖经西馆实际是凸壁山庄的对景建筑，两处建筑一上一下，一高一矮，一山一水，都是为了赏月而设的。这个就是凸壁山庄，当时贾母就是率着众人在这里赏月。这是大观园里的省亲牌坊，牌坊上写着省亲别墅。省亲别墅的正殿就是这个顾恩思义殿，这组殿宇式的建筑在大观园中是气势最雄伟，装饰最华丽的。元春是贾府的长女，四春之首，也是贾宝玉的大姐。贾府里的二姑娘是迎春，三姑娘探春，四姑娘惜春。元春10几岁便被选入宫中，后来加封了贤德妃。大观园就是为了迎接元春省亲而建的，所以这个别墅非常庞大华丽，也安排了宝玉和12金钗住进来。这个大观园除了拍摄电视剧《红楼梦》，还拍过很多电视剧，包括《还珠格格》也在这里拍过。别墅正殿的后面是大观楼、坠锦阁和寒芳阁，整组建筑都非常宏伟华丽。大观园毕竟是《红楼梦》小说里的建筑，整个规模和气势真的超过了恭王府。我们再往大观园的东侧来看一看，这里有几个《红楼梦》中12钗的住所。这是贾府三小姐探春的住所秋爽斋，不过正在维修，没有开放。穿过这个夹道就是贾府四姑娘惜春的住所暖香屋。据说这里面是大观园最暖和的一个地方。惜春是最喜欢画画的，冬天的时候惜春在这里画画都不觉得冷。离暖香屋不远的地方就是稻香村，这是李纨的住所。和大观园里其他的建筑不同，这里有些田园气派。现在来到的是坠锦楼，
这个是贾府二小姐迎春的住所，院门上写着紫灵洲，因为迎春的谥号是叫灵洲。迎春的性格比较懦弱，出嫁后1年就被丈夫虐待死了。迎春的住所是叫坠锦楼，因为大观园里还有一个叫坠锦阁，两个不是一个地方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今天所有的庭院里，坠锦楼是最富丽堂皇的。院子也大，景观也漂亮，还是个2层楼。大观园里还有几处风景不错的地方，这个是红香圃，这里是赏花地，芍药和牡丹争奇斗艳。在大观园的西北角还有一处重要的地方，就是宝钗住的地方。这个住所读起来比较拗口，叫恒武院。其实小说里薛宝钗是个冷美人，但是电视剧里演出了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，所以当时很喜欢薛宝钗。这就是薛宝钗的住所，感觉挺凄冷的。